根妖被人放出来了，谁这么蠢？这又是谁出手的？这妖物真是找死，在大虚空中执着。他需有太多神秘的力量，即便是村长爷爷，也不会如此肆无忌惮。秦牧回到残老村，婆婆和其他人都不在。她放下行李，去药铺摘了几片灵药叶子，放进药师的瓦罐里喂虫子，又翻出几枚灵丹，敲碎撒到其他罐子，然后洗手烧饭。都天魔王跟在后面，看到那些破瓦罐，心中大震，又看到铁匠铺前的水缸，吓了一跳。这口大水缸，还有那耙子、那口锅，这些随地乱扔的宝贝。秦牧喊他：“魔王，你手臂多，来帮我炒菜。”最后一缕阳光落下，黑暗从西方滚滚涌来，如同洪水吞噬群山，将大虚淹没。秦牧见惯不怪，系着围裙端菜。都天魔王头回见到这景象，瞠目结舌。就在黑暗即将淹没残老村时，一个瘦削老者背着书篓走入村子，身后黑暗恰恰从村旁呼啸而过。龙爷爷！秦牧又惊又喜，连忙迎上去。聋子衣衫破旧，放下书篓问有饭吗？说饿了好些天。秦牧赶紧添碗筷，聋子连吃4、5碗，才舒了口气。秦牧问他去了哪里，聋子闷声道：延康，找哑巴没找到，盘缠花光，只好卖画，一张都没卖出去，饿极了，遇到司老太婆，舍了我几个钱，他还嘲笑我好久。别告诉药师，他总笑我画画不如他卖药来钱快。都天魔王瞪大眼睛，这绝顶高手差点饿死，不会抢吗？秦牧哭笑不得，龙爷爷，世道不太平，谁买画？你缺钱去卖国师府，延康国师肯定乐意买。聋子摇头，我灭了他数万大军，去他家卖画，他一定拿我正法，我打不过他。秦牧笑眯眯道：你去太学院找我，我有钱，你画的多少我都买。薛爷爷书篓里还有别的画吗？卖给我。被我烧掉了。聋子不疼不痒，秦牧心疼不已。聋子看了药师留的字条，说字真丑，明天去找他们。他这才注意到都天魔王，只说了句长得真丑，就回房睡了。都天魔王怒道：我乃都天世界的魔王。秦牧解释龙爷爷听不见，魔王说放屁，他刚才还听见了。秦牧说他有时候能听见，有时候听不见，魔王气结。夜里秦牧叮嘱魔王别乱跑，黑暗很危险。魔王嘴上答应，心里却想趁他睡着离开，召唤真身。等秦牧睡着，魔王蹑手蹑脚走到村口，伸出一根指头探入黑暗，只听咯吱咯吱的啃咬声，抽回来一看，指头不见了。他试探用魔语问黑暗里是谁，片刻后阴森森的声音传来：你又是谁？魔王正要说话，背后响起聋子的声音：你在做什么？为何说魔语？聋子在他身上写了个定字，回屋睡觉。魔王动弹不得，也说不出话。次日清晨，聋子吃饱喝足，出门找村长他们过年，让秦牧和大狗看村。龙麒麟嘟囔：我不是大狗，是瑞兽。聋子没听见，提笔画龙乘龙而去。秦牧收拾完，打算去找魔猿，看了看僵立的魔王，露出笑容，轻声说了句魔语。魔王心头一震，这小子也知道了。秦牧让龙麒麟守村，自己向镇阳宫走去。没走出多远，一声佛号传来：天魔教主，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。一个衣衫褴褛的和尚出现在前方，正是之前攻击他宝船的半痴和尚。两人都吃了一惊，这和尚显然被跟妖追杀，逃入大虚，与同伴走散。半痴和尚两行清泪滑落：我佛慈悲，小僧功德圆满。天魔教主，你作恶多端，小僧送你上路。秦牧肃然：你说我作恶多端，且说出一件让我心服口服。半痴和尚杀意腾腾冲来，佛光大放：你是天魔教主，这就是最大的了。他施展金刚无能圣功，身形暴涨3丈6，九环禅杖砸下。秦牧催动霸体3丹功，化为太白星君形态，虎首人身，持青铜月迎战。两人硬碰，秦牧被震退，9道金环撞得他连翻10几个跟头。半痴和尚是6合境界神通者，禅杖将他砸出100丈，又补了一记须弥印，
在地上拍出半亩大手印。半痴和尚以为胜券在握，正要诵经，地面裂开，无数金气尖刺破土而出。他慌忙躲避，秦牧从地底杀出，接连变换5行星君形态，水猴、火猴、木猴轮番上阵。半痴和尚金刚身坚硬无比，但秦牧手段繁多，最终用少宝剑刺碎他脑后大日，破了金刚无能圣功。半痴和尚转身就逃，几个呼吸逃出6、7里。突然轰隆一声，秦牧破空而来，一拳轰在他面门上，9龙御风雷的力量灌入头颅炸开，45条带血青龙咆哮，无头尸体跌落。秦牧降落，浑身剧痛，他被打得皮开肉绽，2根肋骨断裂，背上血肉模糊。他接好断骨，决定先回村治伤。回村后采药炼丹，又讨了龙麒麟的龙涎调药。龙麒麟见他被打成这样，露出诧异之色，依旧蹲在村口守门，其实是懒不动。到了晚上，聋子没回来，其他人也没回来。第2天，秦牧伤势好转，正慢慢走动，突然听到嗡嗡声，几只金色虫子飞来，绕了一圈又飞走，接着更多虫子围村转圈。秦牧目光闪动，3七宝的那个女子到了，她操纵数千蛊虫，实力远胜半痴和尚。秦牧端起床头一个破瓦罐，里面几只蝎子正在打架，抱着走出村子。龙麒麟问做什么去，他恶狠狠道：打架。来到江边，四周虫子铺满江面，像盖了层金子。几条大鱼跃起想吃虫子，那些虫子吱吱怪叫，变成丈鱼长短，把大鱼吃的只剩鱼骨。3七宝女子裘月踩着金色虫巢飞来，她美得令人心动，但眼神充满杀意。秦牧愿放下恩怨，请她进村过年。裘月凄然道：杀你之后，我可以回家过年，可我的家已经不存在了。大襄城之战，天魔教和延康国师毁了我3七宝，我恩师田佑飞被杀，家人被斩首示众。他厉声道：正义总需要有人冒杀头的危险去伸张，我虽是魔道出身，但我愿做这样的人。秦牧肃然起敬，道：不同不相为谋，姑娘请。裘月厉喝，无数蛊虫从4面8方涌来。秦牧掀开瓦罐，几只蝎子跳出，呼啸膨胀到20多丈，周身符文亮起，恐怖气势震动，虫巢如雨坠落。裘月转身要逃，一只大蝎子尾钩甩出如铁链，瞬间将他挂上钩肩，一击毙命。蝎子争抢尸体，江面浪涛翻涌。秦牧连忙催动瓦罐，蝎子缩小飞回。裘月已被撕碎，跌入江中。秦牧抱着瓦罐回村，心情低落。他把动弹不得的都天魔王拉过来，拳打脚踢，又换来风雷劈了几10下，这才罢休。都天魔王灵剑掉了10多个，委屈万分。我又哪里招惹你了？刚打完，外面又有人喊：天魔教主在这里，大家快来！秦牧脸色阴沉，去司婆婆房中拿出梳妆的铜镜，走出村子，几个神通者正朝这边赶来。他元气涌入铜镜照了照，那几人在空中魂飞魄散，尸体跌落。少年返回村子，把镜子放回梳妆台，心里郁闷极了，有完没完了，还让不让人过个顺心年？